让叶晨没有想到的是，那急速旋转的白色光球竟忽然间崩裂开来。光球炸开的那一刻，屋内那强烈的气流仿佛一瞬间戛然而止。紧接着，一堆直径约莫1厘米、通体呈金黄色的丹药滚落地面。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滚落的丹药竟然没有四散开来，而是全部向着中间聚集起来。叶晨眼见丹成，心中松了口气的同时，连忙将这些丹药捧在手心。细数之后，他发现这些丹药不多不少，竟然刚刚好20颗。不过叶晨此时倒是并没有过于高兴，毕竟为了炼制这批重塑丹，自己搭进去3颗宝贵的培元丹。培元丹能吃了补充灵气，重塑丹可没这个功效。要是在完全健康的情况下吃这种丹药，基本上没有任何用处。随后叶晨小心地将丹药收起来，站起身来便向外走去。门外的苏若离见他出来，急忙迎上前来，关切地问道：叶先生您没事吧？我刚才听里面动静一直非常大。叶晨微微一笑：我没事。说着，叶晨又道：对了，若离，你给你姐姐打个电话，让她现在就安排一架私人飞机，准备从金陵起飞来纽约。苏若离惊讶问道：叶先生，就要让知雨姐过来吗？不是，叶晨道，只是让她准备飞机，你跟她确定好之后，就给你妈打个电话，让她即刻简单收拾一下个人物品，飞机准备好之后，就让她启程赶来纽约。让我妈来？苏若离顿时有些惊讶，她想不通叶晨为什么忽然想让妈妈来纽约，毕竟他已经有大量万龙殿的高手效忠，那些人的实力都比妈妈要强很多，更何况妈妈还是一个残疾人。叶晨并没有直接告诉他具体缘由，而是认真说道：不但要让你妈过来，顺便让你爸也跟着一起过来。眼下苏守道正按照叶晨的要求被软禁在金陵，而负责看管他的就是苏若离的妈妈和英秀。叶晨也是想成全一下这两人，若苏守道真能想明白，踏踏实实与和英秀携手走完后半生，自己看在两人多年跌跌撞撞的份上，也会给苏守道一个机会。不过这种事情叶晨自然不可能说出来，所以就只能通过各种手段给两人创造机会。苏若离虽不明白叶晨为什么忽然想让爸妈都来美国，但心里潜意识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忤逆叶晨的要求，于是便不假思索地说道：好的，叶先生，我现在就先给知雨姐打个电话，然后再给我妈打个电话。好，叶晨点了点头，道：我也要回屋打个电话。说罢，他转身回到卧室，重新将门关上。此时的纽约天际线已经露出一丝晨曦的光芒，而此时的东京应该也只是刚刚进入傍晚。于是叶晨便掏出手机，准备给伊藤菜菜子打个电话。而地球另一端的东京，伊藤菜菜子在几分钟前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乘车返回了东京的家中。由于接手伊藤家族不久，伊藤菜菜子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加班加点的工作，好让自己能够尽快适应，并且胜任伊藤家族掌舵者的角色。正常情况下，他一般会等到晚上9点之后才下班回家。今天之所以6点多就回到家中，主要是因为今天是他父亲伊藤雄彦50岁的生日。他特地提前下班，便是为了给父亲庆生。以往伊藤雄彦过生日，不但整个伊藤家族的旁系成员要来祝寿，就连东京许多名门望族的负责人也要登门祝贺。但是自从伊藤雄彦双腿截肢之后，他便对那种人多热闹的场合非常抵触，所以今年的生日晚宴，他闭门谢客，只是简单的在家里和女儿、妹妹以及中仆田中浩一等人吃顿饭。
便算作是庆祝生日了。当伊藤菜菜子进门的时候，姑姑伊藤惠美刚带着下人，在正厅的中央备上了一桌丰盛的佳肴，还特地给伊藤雄彦准备了2瓶最顶级的14代龙泉清酒。见伊藤菜菜子回来，伊藤惠美便笑着说道：“菜菜子，快去你爸爸的房间叫他出来，饭菜都已经备齐，你也回来了，可以开始了。”好的，姑姑。伊藤菜菜子轻轻点了点头，随后低声问道：“姑姑，父亲大人的情绪还好吗？”“还好。”伊藤惠美微笑道，“中午的时候有些闷闷不乐，不过下午田中过来陪他喂了喂锦鲤，2人玩了玩桌球，看起来是好多了。刚才说有点累了，想回房间休息一会，说是你来了之后再去叫他。”“好。”伊藤菜菜子轻叹一声道：“那我这就去叫他。”伊藤惠美嘱咐道：“先去把和服换上，别忘了你父亲的性格，今天整个宅邸的人都换了和风服装。”伊藤菜菜子拍了拍脑门，险些忘了，我这就去换衣服。日本这个民族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水与火共存的矛盾体。整个亚洲西化程度最深的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上班族一年4季西装领带，哪怕是最热的天气也依旧如此。可他们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保留最彻底的国家之一。就比如伊藤雄彦，公开场合几乎全是西装革履，甚至比英国人还注重西方礼节。可他离开生意场，却最喜欢住在传统的日式庄园内，而且一到重大节日，在家中只穿文妇羽织裤。文妇羽织裤与日本女性穿着的和服一样，都是日本地位最高的传统服饰。菜菜子无论是以前上学、比赛，还是现在工作，绝大多数时候穿衣也都是正常的现代西式风格。可因为家庭传统，一到重大节日也一样要换上和服来彰显传统。回到自己的房间，菜菜子挑选了一套纯白色的和服，在2名贴身女佣的帮助下，将和服以及配套的装饰穿戴整齐。毕竟是有着大和府子之称的全日本第一美女，当菜菜子穿上日本传统和服之后，更是将大和府子那无与伦比的美貌以及静若处子的气质凸显得淋漓尽致。一旁为她束腰的女佣人忍不住感叹，小姐穿和服的样子实在是太美了，若是将来穿着和服出嫁，一定能惊艳全日本。伊藤菜菜子看着镜中的自己，忍不住羞答答地说道，为什么非要穿和服出嫁？女佣人惊讶地说道，大人这么恪守传统，您要是不穿和服出嫁，想必他肯定会很生气吧。况且我一直觉得我们日本女人穿和服比穿婚纱更好看，这毕竟是我们世代相传的传统服饰，不仅是为我们量身定做，而且也更符合我们日本女人的气质。伊藤菜菜子俏脸微微一红，说道，你知不知道华夏有一种名叫龙凤褂的嫁衣，也非常漂亮，